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可以一起的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也感谢神带领蔡弟兄夫妇在我们当中不同的聚会。那我们感谢神，因为透过刚才的那首诗歌说，人们需要主，就给我们看见，有时候我们连自己的需要也不知道，那真的是很需要主对不对？那你邀请我们今天去拜访，大概有10个家庭那我们邀请他来做礼拜。那当我们去邀请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一定会有把握，这个是你需要的，所以我来介绍你。那可能呢，他连他自己需要他都不知道，那就是更大的需要，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来聚会的话，我们的损失是很大的。那有时候我们连我们损失的损失都不懂，那我们是最大的损失有没有啊？那你比如说这个侍奉是应该侍奉的，你不去侍奉，因为你侍奉你所得到的是你根本都没有想到的，原来你损失了很多，我们都还不知道，对不对？你说不，那你是损失，我不来聚会，我不来侍奉，我不来依靠主耶稣，更好我可以在这个时间里面怎么样？可以睡大觉，星期六，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所选择的呢是上好的部分？今天是我在巴生的地方第几次的讲道呢？第6次的讲道。上个礼拜第3次吗？上个礼拜第4次，然后第5次是上个礼拜天。那今天呢，这个时间是第6次。那今天我所讲的第6次的讲道呢，要跟我第3次讲到的内容是一样的。那第3次我就是在也是在布拉格当的地方讲到，那我就讲约翰福音6章35节。那对培育弟兄来说呢，他是第2次听这个讲道，所以下一次可以请他讲这个道因为他听了2次所以今天你的责任很重要听，把它听进来，然后下一次的道你讲了，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主耶稣基督呢是生命的粮食。主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食，特别是取自于约翰福音呢第6章第35节的地方。约翰福音第6章第35节的地方。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到约翰福音第6章第35节的地方。约翰福音第6章第35节的地方。好，我们都翻到了吗？约翰福音第6章第35节。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总共有耶稣基督自我的宣告有7次，讲到主耶稣说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那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先来看主耶稣的第一个宣告，有关于主耶稣基督说我是生命的粮。来，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第6章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再来一次，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我们知道每一次呢，我们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人们呢或者看到我们的时候呢，总会说呢，你吃饱了没有对不对？你吃饱了吗？刚才培育问我，你吃饱了没有了嘞？我说我刚才吃饱了。他说我还没有吃饱。我说没关系，等一下我陪你去吃饱。我们中华民族呢看到就会讲说，你讲爸爸的，你讲爸爸的，我们都会问这个问题。可见呢，这个民以食为天我们人呢是非常看重吃。我们这个巴生华人基督教卫理公会在布拉格当的工作，蔡弟兄应该有30多年的工作了包括这个福音幼稚园的设立，对吧？就有30多年的工作。我想我们起初虚比的牧师他设立这间福音幼稚园，我相信一定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让人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信仰当中最宝贵的。我相信他的意愿是希望我们先有福音幼稚园，然后呢，希望有教会或者福音工作的开展所以我们就很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刻呢，我们可以有继续在这里的敬拜。今天呢，我们是第一次6点半在这里聚会过去我们本来是8点，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提前到6点半。那我们希望这个地方呢，以后可以继续邀请更多人来这里聚会。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要给他一个最宝贝的，我们要给他什么最宝贝的呢？那我们在今天里面看见，其实我们要介绍最宝贝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了。那有一个很有钱的老板他是这个 Apple 这个电脑苹果电脑的创办人。那他的名字叫做 Stephen Paul Jones。他在一次大学的演讲里面，他说一个事情，他说每一天呢，他都会照着镜子问自己几个问题。其中一个他会问的问题说：如果我只剩下最后一天，我这一天会做什么事情？所以他就选择了他生命当中最重要、最好、最宝贵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说：我这一生中间有什么东西是最宝贵的？我们人常常看到人都会问说：你吃饱了没？我们看吃是很重要，可是，在我们的生命的中间，有没有什么比吃呢更加重要？那今天我们从吃的这个角度呢，来思想这样的问题。那今天我们教会设立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人家来认识主耶稣基督。你说认识主耶稣基督有什么重要的呢？我很多时候会叫人家来做礼拜，要来让人家信耶稣。他就问一个问题：请问主耶稣会不会从天上掉食物下来给我吃的呢？给你吃的呢？以前我刚刚小学的时候要去教会，很热心的去教会。中学，那我家人还没有信耶稣，说：你天天去祷告会，你天天去做礼拜，请问这个天上会不会再掉东西给你吃的呢？钱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给你的呢？今天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出什么呢？主耶稣说我是什么呢？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呢，必定不饿，信我的怎么样子，永远不渴。这好像回答了这个问题，说：主耶稣你给我东西吃，是不是啊？那我们就要来了解，到底这句话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是什么？对2000年的人来说，意义是什么？让我们再一次的祷告。天父啊，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请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心灵看清楚，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是什么样的意义。主啊，让讲和听的人都得蒙你的洁净，让讲和听的人都被你圣灵感动、催逼，以至于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实在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需要的粮食。我们只有主耶稣可以使我们心灵的身体真深处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求你引导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了解这个约翰福音6章35节，主耶稣基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要知道他的这个背景的话，你就必须要看约翰福音的第6章。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呢，有一次呢，向了几千个人讲道，讲完道的时候，这个人呢，肚子呢饿得不得了。你们有没有饿得不得了的情况跟经验的呢？有没有啊？我就有曾经饿得不得了的经验。那个时候呢，手都会发痠了，脚都会暖了，对不对啊？没有力啊，真的没有力啊。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我看你跟我可能都有嘛。看弟兄有时候忙得不得了，有没有忘记吃饭啊？有没有？然后突然间才吃饭的时候，觉得饿得不得了，但是还有东西要做有这样的状况。有时候我们做工作得很忙的时候，这样子对啊，这个可能都有这种情况。那个时候，其实呢，是来听他讲道的人呢，其实是要跑一段的路，要跑好几个小时的，才能够到耶稣要讲到的地方。但耶稣用了一段的时间讲完道的时候，但他们如果还要跑一段路回去的话，他们会饿得真的不得了。所以他的学生当然看了几千个人要处理，会不会麻烦呢？当然感觉到麻烦呢。他的学生呢，当然就希望说，就叫他们怎么样子呢？就叫他们离开去吧嘛，对不对啊？但是主耶稣说要给他们吃，对不对啊？那主耶稣基督呢，真的就呢怎么样子呢？就给他们吃，对不对啊？他们就看见呢，这个曾经呢，在他们的中间呢，有一个的孩童带着5个麦饼，有2条鱼。那主耶稣就把这2条鱼呢，这个5个大麦饼呢，把它祝福了，就给了许多人呢来吃。不但吃饱，5000个人吃饱，而且还有剩下装满了12个篮子。从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呢，他真的满足了当时候听讲道的人的物质事物的满足。你说主耶稣会不会从天上掉下食物？看来好像是回答，对不对啊？但是我们想，主耶稣为什么行这个神迹？
那主耶稣基督要行这个神迹呢，他在后面呢是有讲解的。主耶稣基督说，主耶稣不但要赐给我们粮食，主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粮食。你懂主耶稣赐给我们粮食跟主耶稣本身就是粮食有什么不同吗？主耶稣赐给我们粮食就是他给了，这主耶稣本身就粮食，说你本身需要跟他有什么接触，你本身要认识他，你要体会他，那他本身就是食物。那是什么意思的呢？那主耶稣基督呢曾经说过了一段的话，在后面他们是不太明白。他后来主耶稣说，你们一定要吃我的肉，一定要喝我的血。哇，这个话太难了，所以所有听他讲话的人都要走掉了。所以他就剩下他是这个问题，请问你们也要不要走啊？就有时候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跟随到一半的时候，耶稣有时候讲一些话，或者圣经讲一些话，你是不明白的哦。哦，很多人跟到一半就不要来了，啊，你讲到我的北明白是虾米了哈，我就不明白是什么，我就走掉了。那他问他的学生，你们要不要走？可是他们的学生里面就有一个，他就说了句话。其实他的学生会听得明白吗？也是听不明白。可是他的学生却认识耶稣，他是说，耶稣你有永生之道，啊，归谁呢？意思就是说，在这么多的这个老师里面，在这么多的神当中，你是唯一的，你是唯一可以让我们得到永恒生命的，唯一的价值在里面。是的，我有很多不懂，但是你有永生之道，我就跟你到底。我想有一天我会明白，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人，我们说耶稣基督可以成为我们的粮食。可能刚刚你听的时候也是听不明白，但是我们愿意说，主啊，你讲这句话一定有意思，我就信你。求你让我知道你怎么样成为我的粮食，让我得到真正的满足。各位亲爱的朋友，你跟我都遇到困难，有没有？你跟我多少都有困难，对不对？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解决？那有一个的母亲，我很喜欢讲这个人。这个母亲呢，她遇到了生命当中很大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她经过9个月的怀胎，她终于把她所亲爱的孩子生了出来。可是生了出来，这个孩子是怎么样子的？是软绵绵的。一个孩子软绵绵的，就是他是残障，一个残障的孩子。你感到光荣吗？你感到骄傲吗？还是你以他为耻？甚至你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上天要如此待我？我知道有一些残障的人士，他们的父母亲可能是社会的名流，可是呢，却不想让人家知道他有个残障的孩子。你看，残障的孩子与他的羞耻的所在。这个母亲，她的先生，也就是这孩子的爸爸，是个牧师来的。这个父亲呢，很喜欢把这个软绵绵的孩子呢放在讲道的前，比如说，如果说是我来讲，我就放在前面，就是好像以他的孩子为光荣这样子。那他太太每天照顾他，所以妈妈是很伟大的，每天要照顾着孩子就很辛苦，看见他就很难受，看见他就感觉到实在人生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他母亲呢，就曾经一度呢想把他给杀掉，自己也自杀死掉了。但是最后他并没有这样，因为他是信靠主耶稣基督，他从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心灵那一种自卑感的满足，那个饥渴，那个心灵的痛苦，那个无力感，借着信靠耶稣基督而得到的力量。因为知道生命重生而来，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外表如何，而是这个生命本身就是有价值。所以我们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我们今天之所以有价值，不是我们是大老板，不是我们有很多钱，不是我们有名义，我们有地位，乃是因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所珍爱。主耶稣真的是全世界人所需要的粮食。我们今天人的心灵靠什么得到满足？有很多人就是要用很多很多的外表来去让他的心得到满足，让他的面子得到满足。可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知道说，我今天之所以有价值，我的心里之所以可以有真正的满足跟安全感，不是我外在的，乃是我有一位耶稣基督，他为我死而复活，让我今天活着的没有价值。我并不是说钱没有价值，我并不是说名义没有价值，我只是说真正能够满足我们内心无力感、无助感、价值感的价值观的这个答案是耶稣，因为他爱我们，而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
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饿。”那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呢，他没有认识耶稣，他就用许许多东西来满足他内心深处的饥饿。有什么人，他们用什么方法？有些人他空虚的时候，可能他用毒品来让他得到满足，有没有啊？有些人他用这个情欲、用欲望来得到这些满足，可是这些的满足都会后悔，都会有一天感到内疚。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有这样子的一个空虚，我们人生不知道有什么价值的时候，如果你信靠主耶稣，你就知道人生是从神而来，神的生命是从神而来。我们人生的价值，我们内心的痛苦，可以透过祷告上，可以透过读圣经，可以透过跟基督徒的聚会，还有透过思想主耶稣基督自己的本身，我们得到了许许多多的满足。各位朋友，我有一个同学，他原本是吸毒的，吸什么毒呢？吸海洛因。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夜店里面他们说，不但是要有情欲的满足，还要加上一些毒品，他们才会满足。那你听得会吓死了啊！他是这样子说的，那才会有满足。那我们这个同学呢，他说有一些人是吃摇头丸，还没有很大问题，因为摇头丸很快就解决了。但是海洛因是很重的，这个是靠自己是没有办法给解，所以呢，他就到了台湾的这个城西会戒毒所中心去戒毒。后来有没有戒毒成功呢？有的，戒毒成功。可是他不懂得怎么过基督的生活，然后呢，他就参加城西会所举办的门徒训练学校，然后他就懂得怎么过一个基督的生活，让他能够靠耶稣基督得到满足。那以后呢，他又进到神学，预备装备自己呢，去服侍那一些这个贩毒、预备要戒毒的这个朋友。我问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做传道人了呢？”他说：“我觉得上帝要带领我在福音戒毒所中心去介绍主耶稣，让人们本来是靠毒品得到满足的，今天靠耶稣基督。”我问他：“你们在戒毒所要读圣经的吗？要不要祷告的？”他说要。我们要读很多个小时的圣经，我们要祷告很多个小时。那奇怪，有一些朋友说我祷告几十分钟就没有东西祷告，他可以祷告几小时。那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祷告几小时，我知道那是很甜美的事情。那我今天每天鼓励我自己要祷告1小时，尽量这样做到。就觉得心灵可以得到满足，也需要读圣经，要不然自己呢就感到很空洞。主耶稣本身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各位亲爱的朋友，你说我们为什么来布劳克当？有人跟我说，布劳克当从创天地以来都是拜神的。那你怎么能够找到一个要信耶稣基督的人的呢？我们说一定可以，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人真正心得到满足的根本的所在。有一个哲学家说，他说上帝造人的时候，好像给人的心灵呢有一个空洞，这个不满足感。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给，所以我们知道，刚才我一开头讲，最大的问题是连自己的问题都不懂是什么，那就是最大的。那今天最少会有3个布劳克当的，对不对？除了蔡弟兄夫妇以外，还有我们的议会姊妹们他也是信靠耶稣的，他考出 SPM， 但是他愿意来依靠上帝，那就表示呢，耶稣基督他认识，他愿意死。因为亲爱的朋友，我们来到布劳克当，我们不是要打乱人家，不是要。我知道有些人要信耶稣是很困难，他们有传统，他们有一些。但是如果你真正的信耶稣，你甚至在你的家人中间来见证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神，我相信你的家人会受你感动。那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我信耶稣是被赶出家门，因为我们是传统。但是他爸爸现在有没有信耶稣？信了耶稣啊。为什么呢？一定从他的生命当中有到。本来做基督徒就是要受到压力、受到困难。今天在全世界，无论在埃及、在叙利亚，有很多的地方，他们信耶稣，他们得到了真正的满足。所以他们就算是被逼迫，他们被赶出家门，他们还要信耶稣；就算是被砍头，他们还要信耶稣。这是真正的信耶稣。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为什么要向布劳克当的人传福音？因为主耶稣基督福音不是单单叫人家做，主耶稣基督福音是要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生动又活泼的关系。
我喜欢说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就好像是线跟风筝在一起那么密切。如果我们没有跟耶稣联系，我们就好像一个风筝断了线，需要把这个线重生。基督信仰与所有信仰的不同，乃是这个信仰是跟天父上、跟主耶稣基督产生亲密、生动活动的关系。我要鼓励在这里一起来侍奉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之所以要来这里侍奉，我们今天之所以要把福音传到这个地方，是因为有爱的主呼召你。今天我之所以做传道人，我不是为了做而做，而是我有一位天父爱我，我也愿意爱其他人。所以今天当你来这里聚会的时候，我希望不是带给你养，而是你说有这么亲爱的主，我要更亲近主，是我的。我不但我自己来，我也希望带我的家人、我的亲戚、我的朋友来。所以我们今天去拜访一些人，我们下个礼拜还要再来，我们后个礼拜还要再来，我们要继续的来，我们要使许多人让他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他生命当中最需要的人。所以你知道现在的问题是，我连我的需要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要告诉他们说，主耶稣基督是你生命。我们人吃东西吃完了之后呢，明天还要吃啊？要。如果不吃呢，你就会饿。那我们卫理公会呢，是在拜三跟拜五早上是禁食祷告的时间。那我也鼓励你们要学习禁食。那拜二以后呢，就不再吃。拜二晚上之后，拜三就不再吃。拜四晚餐后，拜五就继续吃。那我也学习操练，操练过这样禁食祷告之后，让我感受到说，我活着我需要吃东西，但是我也可以不吃东西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子？我来依靠我的主。当你更多的来亲近神的时候，当你更愿意放下这些的时候，你更深的经历到我的主啊，他满足我的需要，对不对？其实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他不是让你自己吃了满足就好。当你的内心有痛，当你有很多忧虑的不得了，那主耶稣基督要帮助你解决，他也要让你成为别人的主。我在台湾的地方。也是开拓教会有1年的时间。那当我开拓教会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场崇拜是多少个人吗？2个人，我跟另外一位姊妹。第2场崇拜几个人？3个人。我8点一场，10点一场，晚上7点半再来一场。那我就很少的人，我们就开始，我们继续做1天几场崇拜。那到我离开的时候，我们大概崇拜的人数有230人。但上个月的统计我了解只有17位，但是最少你要知道那17位，那这个我们主要呢还是从几乎是没有人的来开始。那布劳克当然一定好过我们以前，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最少有3个布劳克当，对不对啊？那我是说，比如说这个是我的第1场正式的崇拜了哈，对不对啊？培弟兄，我们把后面当做小组这样看，你觉得 OK 吗？可以嘛哈？这里还是中心嘛，对不对啊？好像这里是一个崇拜。那我们今天有多少个人呢？2、4、6、8、10、11个福音使者，然后3个本地人，那很好的开始嘛。但是不要只是永远这样的哦。那我们下个礼拜要把人带来了哈，要把亲爱的带来，对不对？我们把他带来。你知道以前我们在嘉义兰塘会堂我们开会，后来我去了一个安养中心，就在跑步就到的地方，我们就每天推超过10个人来这里做礼拜。对不对？那个我们的弟兄刚刚从台湾回来，他有参加我们的崇拜，也许你可以问西武，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这样的状况？好，西武弟兄对我们可以问他。那我们就是带人来，我们带人来就是不要叫他来，你要把他带来。下一次我们去邀请的时候，我们要说我来带你来，你带来跟要来是不同的哦。你邀来就是叫他自己来，但是你去带他来是不同的。为什么你要把他带来？因为你要带来，让他知道说耶稣可以满足他心灵的痛。我在台湾这个嘉义开拓的时候，我发现到原来在许多的地方都有很多人呢，他的这个精神压力是受到很大。我不知道在布拉格当的情况是什么，我不知道巴生的情况是什么。人的烦恼很多，有时候睡不到觉，一定要吃什么药啊？安眠药的。我在台湾在台北的时候，有位姊妹呢，她就怎么样子？她说她从前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因为她的丈夫要过世，她的孩子还很小，
心里会不会痛苦啊？心里会不会困难啊？困难的不得了。所以他睡得着觉吗？睡不着，一定要吃安眠药。很多神明他都拜，很多拜，他有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啊？他的心灵的饥渴有没有得到满足？没有的。后来呢？后来怎么样呢？后来呢，就有人跟他讲：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他叫他来信耶稣，可是他要不要信耶稣？他头听到就反感，就不要信耶稣。可是后来就很谦卑，慢慢的听，慢慢的听，后来就信了耶稣。他不但信了耶稣，他还参加每一个早晨，我们5点半都有祷告会，每一天祷告会，他都参加，对不对？是不是啊？他就亲近神，他就从上帝、从主耶稣基督得到心灵的满足。你每次叫他传福音，他就怎么样讲？我劝你们要来传信耶稣福音，恩典的那永生是一个免费的礼物，你们要来信耶稣。他讲的时候是在用情词迫切，你会发现他从心底的深处来告诉我们说，要信耶稣。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真正经历了耶稣是他生命的故事，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真的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肉体已经死了，耶稣死了，然后呢，他流出了宝血，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完成了，我们一定要信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好叫我们领受他的救恩。各位亲爱的朋友，他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救恩。这个救恩不单给他把握说以后可以上天堂，不但是有上天堂的护照，就今天活在世界上，遇到任何的困难，他都愿意来到上帝生的宝座前，我要得怜悯，蒙恩惠，做属子。我好喜欢一首诗歌，叫做《何等恩典是容我注意点看，何等权力能将万事来到耶稣做解决。他讲多少失望，多少的失望跟失败，都是因为没有来到恩主做解决。他想我们要来到恩主的做解决，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不是说信了耶稣就一帆风顺。所以我喜欢说，我们基督的信仰不是阿拉丁神灯的信仰。什么叫做阿拉丁神灯的信仰？你知道阿拉丁神灯吗？咻咻咻，他就怎么样？他就出来，亲爱的，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对不对啊？我要100万，100万来了。我要肯德基加上鸡，肯德基加上鸡来。那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主耶稣基督他不一定满足你所要的，但是他一定满足你真正需要的。主耶稣基督不是要来帮我们，你说不是来帮我们呢？主耶稣也不是来抵挡我们，当然了，主耶稣是抵挡我们，主耶稣要来率领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来帮助我们，是我们做主，他做客，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他来引导我们，他就一定带我们到更美，是超乎我们所想，超乎我们所求。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是你跟我生命的粮。如果你要你的心的深处不渴，你要你的心深处不渴，你就要来信耶稣。而这个相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过程。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在你的生活中间，你有什么难处呢？你有没有什么痛苦的地方？有没有在人际关系遇到一些困难？有没有在一些的感情，或者是在你的生命的中间有什么烦恼？你要把你的困难交给耶稣，耶稣要带领你。他不但要满足你，让你得到永恒的生命，他更要引导你在别的世界。我们需主，我们真需要主。各位亲爱的朋友，有一个的朋友呢，他是一个的太子。太子你知道是谁吗？太子就是要做什么？以后要做国王之前，你就先做太子。有一天，他有一个朋友来到他的面前，他就问他说：你做太子的时候，请你怎么样子呢？请你要纪念我。为什么要纪念我的呢？因为你是太子。可是太子说：你已经是天父上帝的儿女，你已经是天父上帝的仆人，你拥有最高的地位了，你还需要我照顾你什么？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什么是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天父上帝。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在我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呢，我要再用另外一个例子呢，来跟大家来讲。
刚才我在前面的问说，我们已经在这里开拓了30多年的时间，这个福音幼稚园似乎是要预备教育的开拓。我们已经来了这么久，我们在这里到底要给我们这里的朋友的是什么？是教育吗？是医疗吗？其实我们要给的最宝贵的是什么？有一次呢，有一位国王，他有一个心爱的王后，国王和王后非常恩爱，但是呢，这个王后呢为人十分